大家好，我係 Micky。正當市場關注住美國幾時開始減息，聯儲局主席鮑威爾上個禮拜就轉口風啊，話到可能必要喺比較長嘅時間之內維持利率不變，暗示短期之內難以減息。加上近期推出嘅新盤一個接一個，已經消耗咗一輪嘅購買力啦，市場承接力亦都受到考驗。會德豐旗下日出康城第12B 期 Park Seasons 雖然繼續以低價出擊，但係上個禮拜六首輪銷售168伙，就未能夠延續到12A 期 Seasons Place 嘅氣勢一 Q 清袋啊！根據成交記錄冊，頭一日賣出咗117伙，佔可售單位近70%，套現超過71億1000萬。其中有大手內地買家就一客5食，而超過2000萬一口氣掃入5個嘅一房戶。項目喺星期日再賣出咗3伙，合共為過去週末嘅一手成交量進駐120伙。至於其他嘅新盤銷情呢，就或者受到 Park Seasons 攤分購買力影響，表現就中規中矩。由路徑地產同埋深圳控股合作發展嘅屯門掃管笏海和山，上個禮拜六就首度開放現樓單位俾公眾參觀啦，成功賣出咗15伙，包括以797萬招標賣出一伙，使用面積691尺嘅3房套平台特色戶。另外，華潤置地海外同埋保利置業旗下嘅啟德雲景，亦都喺上個禮拜六單日賣出咗7伙。總結過去週末新盤市場錄得大概170宗嘅成交。雖然撤辣之後樓市嘅蜜月期似乎都慢慢咁樣離開緊，但係發展商仍然積極推盤，並且繼續沿用低價策略，希望盡早把握去貨嘅機會。其中港鐵再推出鐵路上蓋新盤，就係同英軍合作發展嘅何文田站朗然峰第2B 期。上個禮拜就公布咗首張嘅價單，首批115伙，折實平均呎價19988蚊，係繼浩田之後同區近8年以嚟最平嘅新盤。我哋都有製作到相關嘅影片㗎，詳細分析呢一個項目，大家都可以去翻我哋嘅 channel 度睇翻。收飛反應理想啦，發展商喺星期六就再乘勢加推88伙應市啊，折實平均尺價雖然升到去20969蚊，比起首張嘅價單高近5%，但係咧撇除咗樓層、座向同埋景觀等因素之後，就屬於原價加推。不過發展商就唔係賣咗呢一啲單位先㗎，反而係以招標形式喺今個禮拜4率先發售2A 期，合共84伙，全部都係3、4房戶型嚟嘅，以回應市場對大單位嘅殷切需求。呢啲單位就分佈喺第1至到3座，意向價將會參考九龍沿線鐵路上蓋嘅豪宅物業。至於2B 期就有機會喺今個禮拜內首輪開售。另外，同樣位於九龍區由資本策略發展嘅佐敦高林，亦都蓄勢待發啊！發展商就預告會短時間之內開放示範單位去俾傳媒參觀，並且好大機會喺今個禮拜內開價。除咗高林之外元朗站對 YOHO Hub 2期亦都部署喺今個禮拜上載樓書同埋開價，並且計劃喺5月初現樓開售。呢一期係成個 YOHO 系列最後一期嚟㗎，由第6座同埋第8座組成，合共提供939房，涵蓋1房至到3房戶型。究竟會唔會同樣以低價出擊呢？大家就密切留意住啦。喺新盤搶客，加上細價平盤早已經被消耗等等因素之下，二手市場都要繼續捱打，維持單位數成交。喺過去週末，主要代理所錄藍籌屋苑嘅成交就介乎7至到9宗，其中中原更加見8個禮拜嘅低位。交投放慢，個別業主都要蝕賣單位離場。好似近日有新盤開售嘅日出康城 LP10 一個3房套連工人套房嘅單位，原業主就要勁蝕超過200萬離場。單位嚟自2B 座低層，使用面積879尺，外望海景，並且保留翻原裝交樓格局㗎。今年年初就要蝕讓價1180萬放盤，最終累減40萬，即係大概3%，而1140萬易手，尺價近13000蚊。原業主喺2021年10月以1370萬一手買入單位，持貨大概2年半，上面就要蝕230萬，單位期內貶值近7%。同屬半新盤嘅元朗津怡就有單位劈價超過200萬之後，仍然要蝕近200萬離場啊！低層一個使用面積291尺嘅1房單位，外望開揚景觀，原本係以550萬放盤，但因為原業主睇淡後市，但求套現，於是勁減大約250萬，即係大約40%之後，
以300萬賣出單位，尺價大概係1萬蚊，係屋苑造價新低。代理就話新買家係上車客嚟㗎，會自住單位。至於原業主咧，就喺2019年以499萬8千蚊向發展商買入單位，今次轉手帳面係要蝕大概199萬8千蚊。單位喺近5年啦貶值咗近4成。轉去九龍啦，長沙灣碧海藍天有單位亦都要勁蝕7位數字啊，錄咗一個高層兩房單位，售面積501尺，望開陽市景，最初開價820萬，之後累減近9%，即係72萬，以748萬易手，尺價近15000蚊。新買家係外區客，鍾情單位更加實用，所以議價之後覺得合理就即刻決定入市自用。原業主喺2021年3月以898萬買入單位，持貨滿3年，帳面要蝕大概150萬，單位期內貶值近7%。今集先講到嚟呢一度，片尾會有各區嘅成交資訊，我哋下集再見。